方瑶说道，就算海小姐没有说，我们定好了婚期后，也要给你表姐他们送一份请柬。来不来是他们的事，请不请是我们的事了。身为凤晴的助理，几乎天天都在凤晴的身边，哪有不知道凤晴心里想什么？就算商太太不愿意来，方瑶也会尽力去求商太太赏脸过来参加她和凤晴的婚礼，不想让凤晴觉得她的婚礼没有人送上祝福。商太太是个格局很大的人，上一辈的恩怨随着凤家主的死就结束了，她是无法和凤晴像正常的表姐妹那样往来。但要说她恨凤晴，连看一眼都愿意，那是假的。在方瑶看来，商太太对自家大小姐还是带着欣赏的。表姐妹有很多地方都很像，她们身体里都流着凤家的血。那我们领了结婚证后，就请人帮我们挑个黄道吉日办婚礼，然后你陪我去管城一趟，给我表姐还有海彤他们送请帖。好。凤晴又说，海彤快生了吧，她估计不会参加咱们的婚礼，她若是给咱们面子，会让战少来一趟的。察觉到他们是往郊区而去，凤晴问道，咱们这是去哪里？到了你就知道。凤晴笑，神神秘秘的，该不会是你在郊区买了一栋大别墅要送给我吧？这是去我公司的路上，他个人的公司就在郊区，离市区有点距离，他在郊区也有一栋联排别墅。还没有回凤家之前，以他的财力，暂时是只能买下一栋联排别墅的。现在吗？买下一栋大别墅，他都不在话下了。对于住宅，凤晴要求不算很高，有地方住是他的家就行。婚后只有夫妻俩，他觉得就住在他名下的那栋联排别墅都可以了。等到以后生儿育女了，人口变多，再换一栋大别墅。房子我还没有准备，得看你婚后决定去哪里生活，我再买。方瑶老实地说道。他总说要离开江城，他便暂时不买房子。目前他在江城也有不少的房产，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过来的。暂时别买吧，我在江城的房子可能都会卖出去。拿了钱，咱们去一个冬天没有那么冷的城市定居了，再重新买房子，作为我们的家，以后发展成大家族、大宅。凤晴幻想着夫妻俩老了之后，儿孙满堂，然后他的儿孙都很出色，很优秀，不继承家产都能自己创业，成为新贵，将方家发扬光大。好，不管凤晴想做什么，方瑶都是无条件支持。1个小时后，车子总算停下来了。凤晴望向车外，发现车子停在一处公园的门口。这是公园吗？这么晚了，咱们跑到这里来逛公园？他看到公园大门还开着，里面的路灯也还亮着。除了公园门口有很多保安，公园里面看不到有人走动了。方瑶先下车，绕过车身，来到副驾驶座前，帮他拉开车门。在他要下车时，伸手帮他理了理外套，对他说道，郊区人少一点，相较于市区会更冷一点。凤晴跳下了车，我不怕冷，你包下了这一次公园，准备跟我来个夜逛公园。凤晴没有抱着花束下车，嫌碍事。方瑶关上了车门后，笑着牵起他的手，就往公园门口走去。那些保安见到他们俩，为首的那名是保安队长。他迎上前来，对方瑶说道，方先生，公园里已经没有人，公园大广场也清空了，现在很安全，麻烦你们了。方瑶向他们道谢。不麻烦，他们拿钱办事。这个点公园里也是没有什么人的。这位方先生大手笔租下公园空旷的大广场，用来燃放烟花，上面都准了，他们只需要负责清场。公园的中心处是一片空旷的大广场，旁边又是一大片的草坪，每年的元宵节以及中秋节，当地政府会在这里燃放烟花，很多公司老板也会赞助烟花。每到这2个节日，大家都会跑到这里来看烟花。对于过年过节连鞭炮都不能再放的地方，一年有2个节日能在这里看一次烟花秀，是相当有吸引力的。凤晴跟着方瑶往里走，边走边问他，这个时候了，
你可以告诉我，到底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？我迫不及待想知道这是什么惊喜了。方瑶笑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不用问，马上就可以揭晓。两人走到了公园广场，那里也有不少的安保人员。虽说在这里燃放烟花是最安全的，但防火措施必须做到位。凤琴看到了广场中心摆放了很多未燃放的烟花。烟花在这里放烟花吗？凤琴脸上有了笑意，我好久没有看过烟花了。除了电视上看到的，以前在乡下倒是能看到，不过我没有放过，他们舍不得给我买烟花来放，只能看着他们放。方瑶握紧他的手，问他，你要不要亲自点燃烟花？那一排烟花都是一起燃放的。他指一下远处的那辆货车，说道，那辆车上面还有很多，要让他看个够。好呀，凤琴欣然答应。他和方瑶都各自点燃一箱烟花，其他烟花就让现场的安保人员点燃的。点燃烟花后，方瑶便拉着凤琴跑到安全区域。烟花冲上黑色的夜空，然后砰一声响，烟花散开，变成一朵朵盛放的烟花。由于是10几箱烟花一起燃放的，那黑色的夜空瞬间就被烟花点亮。好漂亮，太漂亮了！凤琴仰望着一枚枚烟花冲上夜空后绽放，连声夸赞漂亮。她赶紧拿出手机拍下此刻的美景。不只是她，现场的人都用各自的手机拍下烟花盛放的美景。方瑶含笑地看着凤琴拍照，喜欢吗？她问。凤琴笑容如同夜空中的烟花那般灿烂，她边看着烟花盛放，边回答，喜欢，很喜欢。方瑶，你这个惊喜我太喜欢了，烟花好漂亮。方瑶站到他的身后，自背后环搂住他的腰肢，与他一同仰望烟花。他宠溺地道，只要你喜欢，想看，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满足你。凤琴靠在他的身上，方瑶，我现在没空和你卿卿我，等我拍完视频先，滑，漂亮，最后面那几发压轴的最漂亮。方瑶拥着他，他拍着视频，他准备的烟花可以燃放半个小时。凤琴的笑容暖着方瑶的心，只要能让他开心，让他做什么都是值得的。当晚，江城很多人都知道郊区有人放烟花，放了足足半个小时。那满夜空绽放的烟花太美，闪耀着整个夜空。大家都在打听，到底是谁家办喜事，放了那么多的烟花。在市区住着的人都能远远地看到那满天的烟花。烟花放完了，凤琴意犹未尽地对方瑶说道，方瑶，谢谢你，这个惊喜很漂亮，我也很喜欢。他手机揣回了裤兜里，然后扭身就与方瑶面对面。他两手一搂，搂住了方瑶的脖子，大声说道，方瑶，我爱你。方瑶回应他，晴晴，我更爱你。两个人相拥之后便是深情的拥吻。一吻之后，方瑶牵起他的手，深情的道，晴晴，我们回家吧，夜深了，很冷。好，我们回家。两个人手牵着手走出公园。等凤琴回到凤家大宅时，已经是深夜。方瑶送她进屋，才转身离去。两个人还没有领证结婚，他不会留宿凤家大宅。况且凤家大宅现在真正的主人是海玲。凤琴走到沙发前坐下，她还抱着方瑶求婚时送她的那束花。这个时候，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。海玲穿着睡袍从楼上走下来，边走边说，凤琴，凤琴，你刚出院呢，就跑出去吹冷风，这么晚才回来。方瑶也真是的，再宠你也要以你的身体为重呀。他走过来，看到凤琴抱着的花束后，方瑶送你的，他向你求婚啦。海玲脸上有了笑意，他是看到凤琴手上戴着的钻戒，猜到方瑶是向凤琴求婚了。今晚哦，现在这个点该说是昨晚了。他带我出去吃饭，然后在酒店门口当着很多人的面向我求婚了。之后他带我去了郊区放烟花，烟花很好看，放了足足半个小时，我拍了很多视频呢。海玲，我给你看看。因为开心，
凤晴精神好得很，也迫不及待地想找个人分享一下她的幸福。海玲就是最佳人选。海玲恍然，原来那场烟花秀是方瑶为你燃放的呀！我站在办公室里的窗前，都能看到那点亮了夜空的满城烟火。大家都在猜测是谁这么大手笔，买了那么多烟花，足足放了半个小时呢。原来是你家方瑶的手笔。凤晴将她手机里拍到的视频发给了海玲，笑着是她给我准备的惊喜。我是真没想到她会准备一场烟花秀给我看。市区里不许燃放烟花炮竹，我都是还在养母家里。过年的时候能看到大家放烟花，不过他们放的烟花没有方瑶买的这些烟花漂亮。海玲笑道，那是他们哪有方先生那么大手笔。方瑶对凤晴是真的爱之入骨，宠在心尖上了。知道凤晴的童年不幸，在养父母家里遭到虐待，知道凤晴想要什么。海玲握住凤晴的手，凤晴，祝你和方瑶白头到老，一辈子幸福美满，以前的那些苦难都放下，我们往前看。你看，我和彤彤以前也遭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，我姐妹俩如今也放下了仇恨，日子过得都轻松很多。那些曾经对我姐妹俩不好的所谓的亲人，如今都还要仰望我们的脸色过日子。我们过得幸福美满，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报复。凤晴慢慢地敛起了笑容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良久，她对海玲说道，你说的对，我们都要往前看。两个人相拥了一下，之后松开彼此，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支持、鼓励、祝福。嘟嘟嘟，凤晴的手机响了，有新的微信信息。她看了一下，是方瑶发给她的，方瑶叫她早点休息。凤晴回复了她，并提议明天就去民政局领结婚证。方瑶那是求之不得。海玲，我决定了，明天就和方瑶去民政局领证。恭喜你们。海玲笑着祝福，那早点去休息，明天也不用太早起来。睡到早上9点左右起来吃了东西，化个淡妆，再美美的出门。中午，我和东明请你们夫妻俩吃饭，当作是祝贺你们俩领证之喜。谢谢，还好有你在，我的快乐还能分享一下。海玲笑，我们算是朋友。去睡吧。凤晴嗯了一声，两个人一起上楼，各自回房里去。海玲推开房门，轻手轻脚进去，怕打扰了陆东明，谁知道他刚关上房门，灯就亮了。听到陆东明问他半夜3更的，你去哪里了？我一觉醒来，摸身边老婆不见了。陆东明靠在卧室门口，看样子他是想出去找老婆大人的。海玲走到他的跟前，扶着他进了卧室，夫妻俩回到床上坐下。凤晴刚回来，我关心一下他，他这刚出院，身体还有点虚弱的。他去哪里了？陆东明知道老婆关心凤晴，他也跟着关心一下。方瑶请他吃饭，向他求婚了，两人说好了明天去办手续。东明，你知道今晚放了半个小时烟花的人是谁吗？就是方瑶。那场烟火是方瑶为凤晴准备的，给凤晴的惊喜。真的好漂亮，江城上方的夜空都被那场烟花秀点亮了，漂亮至极。陆东明拥着他倒下，说道，你喜欢看烟花？我也可以买很多很多的烟花回来，放上1个小时，比方瑶为凤晴放的时间还长。海玲轻推他一下，咱们都老夫老妻了，还那么破费做什么？又不是过年。咱们也算不得老夫老妻啊，年前才领的结婚证，婚礼都还没有办呢，还是新鲜出炉的夫妻。陆东明在他脸上亲了亲，眼底有着笑意。咱们办婚礼时，我给你和洋洋准备一场烟花秀，现在就不跟风了，免得方瑶说我学他的。你是学他的，我不说你都想不到这一点。陆东明颇有点直男的，不太懂得哄女人，在浪漫这一点他没有什么想法，顶多就是学别人送花、送珠宝等礼物讨海玲的欢心。方瑶不也是学了别人的，我就不信他能自己想到这个法子。陆东明替自己辩解2句，随即又老实承认，我的确是想不到浪漫的法子，
老婆，我就是这个性格，天生的，已经改不了。你要是后悔嫁给我了，对不起，没有回头路了，你这辈子只能陪着我这个不懂得浪漫的粗男人过日子了。陆东明说着，都不给海玲说话的机会，就先堵住她的嘴，缠着她燃烧了一回。事后，海玲说她没有做好避孕措施，家里又没有备有避孕药。陆东明说道：“你现在应该是安全期吧，应该不会怀孕的。没有100%的安全期的，有时候也会有意外。”顿了顿，陆东明又说道：“若是怀孕了，那就生吧。洋洋都上幼儿园了，又还在管城上学，咱们身边没有个孩子，太过安静。咱们婚礼还没有办呢，真怀孕了，到时候插个大肚子办婚礼，挺累的。等你带着他们去祭了祖，正式成为凤家的家主后，就筹备婚礼，真有了，也不会太快显怀。”陆东明还摸了一下她的肚子，幻想着希望是个女儿，长得像你，又像洋洋那样聪明可爱。海玲2胎能生个女儿的话，她的接班人便有了，不用再拼3胎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海玲瞅着他，故意不做好安全措施，让我怀孕。怎么可能是故意的？你说了不想太快生2胎，我平时都很注意着做好安全措施，这一次情难自禁。陆东明还真没有那个心眼，他知道海玲现在很忙，怀孕生娃要消耗她很多的体力，他心疼她呢，怎么可能故意让海玲怀孕？要不我现在出去帮你买药。海玲好笑的道：“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药店早就关门了。算了，现在是安全期，想来不会怀孕的。睡吧。”陆东明在她额上亲了亲：“老婆，晚安。”海玲闭上了眼睛。这个晚上她一直在做梦，梦到她怀孕了，生了个女儿，女儿长得不像她，很像陆东明。像陆东明也不丑，他其实挺俊的，不过是脸上有道刀疤，让人觉得他丑而已。在梦里，陆东明就是个宠女狂魔，从女儿出生后就天天抱着，导致小丫头只跟爸爸亲。海玲要打理公司，太忙，生了女儿后没有母乳喂养，吃的奶粉也方便陆东明当奶爸，结果就是女儿都不喜欢跟着妈妈。还梦到女儿稍大一点了，陆东明就抱着女儿到处炫耀去，每次跟几个好哥们聚会都抱着女儿去，让他那几个只生了儿子的好哥们羡慕嫉妒恨。炫女狂魔。海玲笑骂出声：“老婆，你梦到什么了？笑得那么开心。”在梦里笑骂丈夫是炫女狂魔的海玲，被她身边的男人推了推，醒了。睁开眼看到天花板，海玲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原来是做梦呀。梦境那么真实，她还以为自己真的生了个女儿呢。外面天色已大亮，她这是做了一个晚上的美梦了。扭过头来，海玲看着丈夫抱怨：“你叫醒我做什么？那美梦太美好，我还想做下去，梦到他长大结婚接班呢。”陆东明：“什么美梦？美得让你不愿意醒来。梦到谁长大了？洋洋吗？以后让洋洋接班。凤家的家规能让洋洋接班吗？怕是不会同意的。凤氏家族100年来都是女人当家。”睡着之前在讨论会不会怀孕的事，结果我就做梦了，梦到我真怀上了2胎，生了个女儿，女儿不像我，像你，很像你。当然了，像你也很可爱，很漂亮，你又不丑，没有破相之前，你也是个帅哥吧？仅看他没有疤的那边脸，他就是个帅哥。然后我梦到你开心的不得了，天天抱着女儿，都无心上班了，把女儿放在第一位，我和洋洋都要吃小丫头的醋了。我没有真正的情敌，没想到给自己生了个情敌，女儿天天霸占你的怀抱。你还喜欢抱着女儿出去炫耀，炫耀你有个女儿，特别喜欢抱着女儿跟你的好哥们聚会，次次都炫耀你有女儿，说他们只能生带把的。战印和苏南没有揍你，那是他们度量大。我就忍不住骂你是个炫女狂魔，被你一推一叫就醒了，女儿我都没有抱到呢。陆东明笑道：“原来是这样的美梦呀，你早说吗？知道你在做这样的美梦，我就不叫醒你了。有你梦到咱们的女儿结婚接班，那样你退休了，我的生意就交给洋洋打理，咱俩便可以过悠闲的退休生活。约上战印夫妻俩还有苏南他们
组成老人团，到处游山玩水。梦里的女儿很可爱是吧？像我吗？哎呀，像我呀，那我以后可得温柔点儿，别让女儿像我一样粗。海玲失笑的道，那是做梦，又不是真的。梦境往往是相反的，咱们那是睡前在讨论生女儿的事，我才会做梦生女。不过海玲决定不吃事后药了，顺其自然吧。若是这一次真的怀上了，那就生下来；没有怀上，等她站稳了脚跟，再生二胎也不迟。现在多少30、40岁才生娃的呢？她好歹生过一胎了，要的是二胎，35、36岁要二胎多了去。几点了？我要起来了。海玲边问她，边从床头柜上摸过自己的手机，看了一下时间，接着便坐了起来。陆东明也跟着她起来。我帮你拿衣服。我又不是没有手，不用你帮我拿。海玲边说着边去拿衣服，顺便帮她把衣服也拿了。夫妻俩换了衣服，洗刷后一起下楼的。陆东明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复健，虽说还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，但是走下楼还是可以的，就是走得有点慢，还有点跛。陆东明挺担心自己以后就是个跛子，问过海玲，他要是无法恢复正常人走路，成了个跛子，海玲会嫌弃他吗？海玲回复他，若是嫌弃他，就不会嫁给他。他们俩领证时，他比跛子都不如呢。陆东明放心了，同时也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坚持做复健，不能成为跛子。凤晴已经起来了，他还亲自下厨为3人准备了早餐。听到脚步声，凤晴从厨房里出来，身上还系着围裙。凤晴，早，你做早餐了？家里有厨师，让他们做就可以了。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的，还要好好静养，不能做太多事。凤晴笑道，没事，我能做点轻松的，做早餐又不难。他今天要去登记领证，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凤晴今天看起来比昨天就精神很多。早餐刚刚做好，你们俩还要去公司，赶紧吃吧，我不着急的，晚点再吃也没事。他回身就进了厨房，将他给小夫妻俩准备的早餐端出来。他又回到厨房里去收拾了一下，才解下围裙，然后端着他的那份早餐出来。凤晴，方瑶不过来吃早餐吗？他自己解决。海玲笑道，就不怕他饿着？他不会，是他叫我不用做他的早餐的，人家想表现一下，体贴一下他，他都不给机会。海玲笑，你这是凡尔赛。方瑶有多宠你，我们外人都看在眼里，再没有人比他更爱你的了。那倒是，我没有爱错人。凤晴心情愉悦。用过早餐后，海玲夫妻俩很快便去上班了。凤晴则回到房里，在衣帽间里挑了好一会儿，才挑到一套满意的衣服换上，又坐在道梳妆桌前，对着镜子化个淡妆。她不算大美女，只能说是个清秀佳人。当然了，在方瑶的眼里，她家大小姐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。略一化妆，凤晴就从清秀佳人变成了个美人。她又戴上了方瑶平时送给她的珠宝。等她准备好一切，方瑶便到了。看到化了妆，戴上她送的珠宝，方瑶看的眼睛都直了。怎么样，我好看吗？你送我的珠宝，我戴上了，很漂亮，我喜欢。方瑶连连点头，晴晴，你太美了。你就夸吧，我有几斤几两是知道的，像我这样的，哪能说得上是美人呀？充其量也就是清秀。我身边美女如云，随便拉一个出来说，都比我漂亮了不止1倍。海玲姐妹、沈小军还有商小飞等人，个个都是美女。她这样的颜值放到他们中间去，毫不显眼，没有半点优势。在我眼里，你就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。情人眼里出西施。方瑶拉起她的一只手，凑到自己的嘴边，深情地亲了亲。晴晴，我爱死你了。凤晴笑，你早餐就只喝了蜂蜜水吧，这张嘴那么甜。走吧，民政局上班的了。他抽回了手，然后去检查一下自己的包，确定要带的证件他都带上了，还问方瑶是否带齐了。方瑶从西装的暗袋里拿出他的证件，一并交给凤晴，让凤晴放到包里。之后，2人手挽着手下楼。
却在出门时被郑华挡住了去路。方瑶刹住车，对凤晴说道：“爸不是回了老家的吗？怎么又来了？老丈人还想闹吗？再闹下去，晴晴真的不理他了，有他后悔的时候。”凤晴深吸一口气，才下车，走到父亲面前，冷声问：“爸，你还想做什么？我不会出谅解书的，我几个哥哥要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”凤晴以为父亲还是为了3个哥哥而来。郑华看着他，觉得今天的凤晴特别像死去的老妻，他恍惚了一下，喃喃说道：“像，太像了，亲生的呀。”凤晴的行事作风、性格以及她的样子越来越像她母亲了。爸，你过来有什么事？凤晴像是没听到父亲的喃喃，再次问了句。郑华回过神来，精神不恍惚了，眼神变得精明。你和方瑶是要去民政局领证吗？凤晴大方地承认，这是我的事。昨晚他还带你去看了烟花，那放了半个小时，照亮整个江城夜空的烟花，就是他为你燃放的吧？是又如何？他挺有钱的吗？郑华跟在凤月身边几十年了，都没有摸清楚家主身边那个全能助理有多少的月收入，只知道他们如同印钞机，就没有缺过钱。方瑶也给了他这种感觉，这个女婿肯定很有钱，女儿也有钱，女儿要嫁人了，她不当凤家的家主，就不是招老公上门，而是像别人那样出嫁。既然是嫁人，就要给彩礼，他给了她生命，她嫁人，男方那边给的彩礼，不说全都给她这个当爸的，好歹也要给她一半吧。她现在钱不多了，心里慌慌的，哪怕凤晴说了不会不管她，不会让她饿死的，会每个月给她生活费，但凤晴不会像她3个儿子那样，一给就是几万、10几万的，她只会给基本的生活费。郑华收到凤晴今天就要和方瑶领证结婚的消息后，马上起了个大早，让司机送她回来。总算抢在凤晴出门前赶到了，拦住了2个要去领证的人。爸，你想说什么？直接说想要什么，也直说，别在这里拐弯抹角的。郑华舔着脸笑：阿晴呀，咱们怎么说都是亲生的父女，虽然爸做过很多让你生气的事，但爸毕竟是你爸，你又不听劝，放弃了继承凤家的一切，你不接管凤家，就不会是凤家的家主，也不用守着凤家的家规过日子。你现在是嫁人，不是招老公上门。正常来说，方瑶需要给我们家彩礼，养大一个女儿可不容易。凤晴明白了，父亲走后又匆匆赶回来，不是为了3个哥哥，而是为了钱。给了他再多的钱，他都觉得不够，还想要更多。以后呀，就只给他基本的生活费，他请保姆照顾他的工资，他让方瑶直接给保姆们发工资，不让钱经过他的手，免得他贪了去。郑华自从婚后就一直过着身上没有钱的日子，导致他对钱的渴望特别深。虽然他现在银行卡里的钱比多少老头子都要多，但他还是不满足，还是没有安全感，觉得那点钱无法支撑到他死。他自我感觉还能再活10几20年的，那点钱哪里够花呀？随着年纪大了，他身体也变差，老人病他也会有，到时候看医治病也需要花不少的钱。自己手里有钱才心不慌，这便是郑华总想着要钱的原因。养大一个女儿是不容易，凤晴认可，养孩子的成本是最大的，但养大我的并不是你养大的是凤若，我是他们养大的。在我回到凤家之前，我私底下给过他们一笔钱，当作是他们养大我所花的钱。我狠一点的话，可以1分钱都不给他们的，要不是他们使坏，我也不至于与亲生父母分离，被他们虐待了10几年，差点就被他们卖了。他10几岁后，养父母一家人就拿他没办法了，真正虐待他的就是那10几年。凤晴记仇也记得清清楚楚的，不会添油加醋。养父母一家子后面偷偷找他要过钱，拿不到，还被凤晴警告了一番，之后就不敢了。他们也找过凤若，凤若基本上是不见他们的，偶尔遇到了，凤若顶多也就是给个1万几千块钱。凤若跟他亲妈说过，她不是凤晴，不会任由父母欺负拿捏。
他亲妈那是苦不堪言，凤晴又岂是任由他们拿捏的？在凤晴长大后就会反抗了，而且心狠得很，谁欺负他，他真会操着菜刀追几条村。在老家，凤晴的凶悍那是出了名的，也就是凤家人以为凤晴在乡下长大，软弱可欺了。郑华末了幕后说道：“虽然我没有养大你，但我给了你生命，我是你爸，你如今要嫁人了，难道不应该报答一下生恩吗？你妈活着的时候，没有想到你的福，也看不到你嫁人，爸还活着，你要孝敬你妈的那一份也给了爸爸。阿若，他若是活着，爸也不会来找你。凤若是他捧在手心里呵护着长大的，若是没有发生后面那一连串的事情，想必凤若是很愿意孝顺他这个爸爸的，他的养老问题压根儿不用担心。可惜呀，他和凤若后来那样子，郑华心里是恨得要命的。他不认为那是阴差阳错，肯定是谁故意要算计他父女俩。那件事不仅让他夫妻关系真正破裂，他还为了获得妻子的原谅，自宫了。虽说保住了一条命，身体状况始终是差了点儿。而他和阿若的父女之情也断了，阿若恨死他，他何尝不恨呀？他和阿若都是无辜的，算计加害他和阿若的那些人都不得好死。那时候老七还活着，他惧怕老七的手段，什么都不敢做，也做不了。最后眼睁睁地看着他最爱的女儿被害的坠楼身亡。凤月太狠了，就算凤若不是他们亲生女儿，可是从小在他们身边长大，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是真的把凤若当成亲生女儿来疼爱的。明明凤月以前也是凤若如命根子，疼爱的不得了，怎么知道凤若不是亲生女儿后，凤月付出了20几年的母爱就收回去了，还收得干干净净的。又不是凤若的错，她刚出生就被换掉，她也是无辜的呀。郑华跟凤月不一样，他始终是心疼凤若，凤月却是心疼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是凤若无辜，那他的凤晴就不无辜吗？凤月最恨的是管家换了他的女儿后，又不好好的对他的女儿，但凡他们对他女儿好一点，他也不至于那么恨。别人的女儿在自己身边被百般宠爱，享受着荣华富贵，亲生女儿却被人家虐待，还差点卖掉。任何一个当妈妈的，在知道真相时，能不恨吗？阿晴，你们要去领结婚证，想必是挑好了时辰的吧？别被爸耽误了，赶紧给爸彩礼钱，只要你们俩给了钱，我马上就回老家去，今年都不会再来找你。凤晴在心里冷哼，等他办了婚礼，离开江城市区后，他爸想再找他难了，除非他想见，否则父亲都见不到他。彩礼钱不是给我的吗？一般来说，女孩子嫁人时收到的彩礼都是给她的吧？我没有问爸要嫁妆，爸怎么好意思来向我要彩礼钱？郑华黑着脸说道：“彩礼钱要交给父母，父母条件好的不贪女儿那点彩礼才会给女儿。你爸已经70好几，没有了劳动能力，也没有收入来源，你的彩礼钱就给爸当成爸以后的养老钱。爸的生活费我已经给了。爸现在有多少钱，其实我心里有数，别说1年，就是3年的生活费，爸手里的钱都足够了。方瑶给我的彩礼钱，那就是我的，我不会给任何人。爸也拦不住我，我随时可以叫人出来，把爸拖到一边去。爸，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，不要在这里再惹我生气。你还要你3个儿子吗？还想他们活着出来吗？惹毛了我，你就真的没有人养你老送你终，你现在存着的钱，只要我想拿回来，也有的是办法。信不信我让你流落街头，饿死？郑华脸色巨变，他信，这个女儿心狠得很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可是他大清早赶过来，无功而返，他又不甘心。好一会儿，郑华缓和了脸色，对凤晴说道：“阿晴，爸也不要多，你再给爸100万，只要100万。爸保证今年都不会再来烦你。爸已经没有什么钱了，为了你3个哥哥，爸跑来跑去的，钱都花得差不多了。你给爸的生活费真不够花的。阿晴，你妈给你留了那么多家产，100万对你来说那是小意思，等于是别人的1块钱，难道你连1块钱都不愿意给你爸吗？”凤晴当即就回到车上，拿下自己的包，从包里翻找了一会儿，没有翻到1块钱。
他的现金里最小面额的是5块钱。于是他抽出5块钱递给振华，1块钱我还是愿意给的，爸，诺，给你，你要1块钱，我给你5块钱，不用找了，我多给你4块钱呢。振华，凤晴，我要的是100万，不是1块钱。爸刚刚说的，我难道不愿意给爸1块钱吗？我愿意给爸1块钱，不是5块钱呢。爸不要是吧？不要就不要，别说我没有孝敬你。凤晴缩回了手，将那块钱塞回了钱包里，对父亲说道：我是什么人，爸还不够清楚？爸觉得你能从我这里要到彩礼钱吗？